不是，我说他张力。哎，谁在哪儿？哪儿？好，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走进山西味道文旅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1点将近50分48分了。我们此时此刻在云冈石窟，大约呢会持续1个半小时的云游讲解的这个直播，咱们正式开始了。也希望呢在这1个半小时左右的分享里面，能够让大家对我们山西的古建有不一样的认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你们带着家人或者呢自己来到山西来看，就不会那么迷茫了。也希望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能够真正实现人在家中坐，眼在井中游，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上下5000年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和灿烂啊！咱们今天呢虽然是5一小长假之后的一天，现在呢是工作日，但是呢云冈石窟仍然呢游客不减，游客仍然挺多的，甚至比昨天您要看起来还要多一些。所以山西啊已经正式陆续慢慢就进入到我们旅游旺季的到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来到山西的话，人少景美，天气也不冷也不热，真是每年来山西旅行极佳的几个季节。比如说5月呀6月呀，或者呢9月10月这4个月，小杨主播呢特别推荐大家来我们的家乡山西来看看瞧瞧。7月8月是暑期旺季，那个时候呢家长都会带着孩子来山西游山西读历史，所以那个时候啊天气相对现在来讲要炎热一些，其次呢人流量更大一些，每个景点可能您看的就不那么就是想怎么玩怎么玩了。尤其是云冈石窟，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出游啊！你像昨天我们5一小长假来的云冈石窟里面，所有的洞窟都会把后市用一个围栏把它拦住，正常能进入到的后市在5一11这些小长假都是进不去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咱们直播过程中，把昨天没有进去的后市，没有看完全的这些地方，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弥补补充一下啊。旅行你又来了呀，欢迎我旅行啊，老朋友了。今天大同5级风，现在此时此刻5级风，所以呢山西其实一直风比较大，就是人们说山西1年刮1次风，以从春刮到冬，1年刮2次风，1次刮半年。而且我们山西的风基本上都带着内蒙的土，如果刮风不带土，不配挨着内蒙古。所以呢接下来大家来山西记着啊，昼夜温差比较大，老是有风啊，风里边还带着土，所以呢稍微带点冲锋衣什么的，早晨晚上凉的时候您都可以呢适当的增减衣物啊，增减衣物。感谢关注啊！好了，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开始了。在云冈石窟啊，平台的推流逻辑是什么呢？它会率先把我们的直播推荐给老朋友，也许您是昨天刚关注过我的呢，也许您已经关注过我长达几年了呢。所以老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您可以先帮我们监听并且检查一下我们的设备具不具备开播条件，好吗？如果具备开播条件，咱就正式开始了。您此时此刻手里拿着手机，您听小杨主播说话的声音清晰吗？如果说话声音清晰，您在评论区打个小1，告诉我一声。画面看到的清晰吗？今天虽然5级风，哎，在大风的这个吹拂下，云冈石窟大佛您能看得清晰吗？看得清晰，辛苦您在评论区打个小1，告诉我一声。网络状态平不平稳，流不流畅呀？卡不卡顿呢？如果平稳流畅而并不卡顿的话，辛苦您在评论区打个小1，告诉我一声。如果声音、画面、网络一场直播成功与否的3要素，咱们直播间通通都是具备了的话，那咱今天在云冈石窟这场云游直播，咱就正式开始了。我可能是您能够刷到为数不多的，在山西持续的已经做了好多年，就是说一线讲解，而且是云旅游的这么一个主播。所以说呢，在山西主播不缺，男的比较多，但是女的比较少。所以呢，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您都可以把关注点上，好吗？人都走了，4号去人山人海。昨天我们来都没有那么多人，我们昨天也在这儿直播的。所以每逢小长假，您要记住，别等中间那2天来，肯定是人最多的。第一天人不多，
5月1号人不多，5月5号人不多。你看今天的游客要比昨天5月5号还要多一些，所以啊，每逢小长假出游，您就记住，开头那一天跟结尾那一天是景区人最少的，中间那几天是人最多的啊。设备没问题是不是？欢迎我清茶不自肖女士，欢迎我10月妙宝楼台，欢迎我德胜补，大同的朋友们是吧？欢迎我陈明旺，欢迎我云中养我。那么如果我们的设备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么咱们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了。小杨主播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山西省大同市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呢是云冈石窟。云冈石窟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的4大石窟。但是如果论减法艺术来讲，我们的云冈石窟可以与国际上面的巴米扬石窟齐名，因为它们都是减法艺术的博物馆。好多人说呢，你讲云冈石窟就讲云冈石窟吧，那怎么还讲开数学了呢？什么叫做加法呢？什么又叫做减法呢？1500多年以前的能工巧匠，又为什么在我身后的这座平平无奇的大山上开凿了59265尊造像呢？据说这一尊尊的大佛，他们都对应的是北魏时期一位一位的历史君主，一位一位的历史皇帝。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而且呢，云冈石窟的这些大佛，他们的眼睛珠子到底在460年开凿的时候有还是没有呢？那没有的话，到底是又被谁偷走了呢？咱们今天就带着这一个一个的谜团，咱一起穿越回1500多年以前，带着大家了解一下那段动荡的岁月，南北朝时期的故事，好不好，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如果准备好了，打出2个字出发。咱们一起呢，从20号洞窟往前讲起，打出2个字出发啊。我们说全国古建33000，山西独占28000。我们山西呀，虽然是保留地上文物的数量最多的一个省份，但是啊，我们只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咱们盘点一下这3处，您听说过哪处？去过哪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毫无疑问，当仁不让，首当其冲，一定是我们的佛教名山之首五台山。五台山也是我们文殊老师的道场。五台山4大佛教名山之首，第一处山西的世界文化遗产。第2处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平一座城，遥一场梦。平遥古城也见证了明清时候山西晋商的辉煌。平遥古城也被叫做明清时候中国的华尔街，他们见证了当时明清晋商的辉煌，称雄商界500年，纵横欧亚9000里，创造了富可敌国、令人震惊的商业帝国之神话。所以第2处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第3处世界文化遗产就在您的眼前，我的身后，这里呢是云冈石窟。朋友们，云冈石窟开凿的年代460年，它呢是由北魏王朝的鲜卑民族用了60多年的时间，耗费了工匠10万多人，3代人夜以继日共同努力雕刻完成出来的结果，耗费了当时北魏王朝国力80%以上的财力、物力、人力开凿出来的。这里叫云冈石窟啊，好多人说云冈石窟我去过，太漂亮了。非也非也，它叫云冈石窟。名字的由来，我先给您讲一下。云冈石窟呢，在历史中啊改过很多次名字。它在北魏时期叫做五洲山石窟寺，它在辽金时期叫做大经西经石窟寺，它在唐代的时候叫做恒安石窟，它在清代的时候叫做大佛寺，叫石佛寺。今天它叫云冈石窟，是吧？名字的由来往山头上看，就在这座大山的左上角，有没有看到一个三角形？那是一组夯土城墙的一个城墙拐弯。看到了，您帮小杨打个小1好吗？有没有看到大佛的头顶上，20号洞窟大佛的头顶上能看到一个正方形，那也是夯土城墙上面的一个烽火台，能看到，您打个小1。这一组夯土城墙有名字，它叫云冈堡，也可以叫做云冈堡。什么时候修建的？
我们山西大同在明朝的时候是当时的9边重镇之一。朱元璋上位以后，他讲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于是，在大同这些边塞要地，他呢修建了很多长度很长，而且呢跨度很大的城墙。所以说呢，在山西大同，如果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长城文化，尤其喜欢那种古色古香的原汁原味的古长城，来山西大同看，那绝对是一绝。我们的长度又长，年代跨度又大，保留又完整。尤其你能看到一组呀，北齐时候的单边长城，叫百草口长城，这是你们来到大同能够欣赏到的边塞风光。所以呢，云冈石窟名字的由来，就跟山头上那一组夯土城墙云冈堡、云冈堡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现在云冈石窟叫云冈石窟，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高高的山上白云飘飘，所以这里是云冈石窟，不叫云冈石窟，听明白了吧？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啊，你们有没有来过云冈石窟呀？我们先做个调查，朋友们来过的，您给我打个1。你说啊，我没来过，我正准备来，大数据不会骗人，把您准确的推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已经洞察到您想要来云冈石窟的这小心思了。您打个2，来过的打个1，没来过的打个2。我看看来过的朋友多还是没来过的多，我好适当的调整一下我这一场的讲解顺序，好吗，朋友们？我们说呀，其实从古至今，所有的文化和文明都是伴随着流域而诞生的。你看，你比如说古埃及文明，它伴随着是谁呀？尼罗河，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它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而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那么石窟艺术文化，它也是跟这些流域相生相息的。那么巴米扬石窟门口有巴米扬河，印度的阿占陀石窟门口有哇格拉河，新疆的科兹尔石窟门口有荡泉河，是吧？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门口有伊河，一波荡漾。我们的云冈石窟门口也有河哟，你虽然看不到，但是呢有遗址。有没有看到我的右脚边这里有一条白线，看到了吗？我的左脚边这里有一条白线，能看到打个小1啊。这2条白线的东西两岸就是滔滔的五洲川川水流淌过的遗址，它叫五洲川。现在五洲川向我的面前，您的背后移动了30-50米，改名字了，它不叫五洲川，它现在呢叫做十里河。我给你们讲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想告诉你，其实从古至今，石窟艺术文化的诞生也是伴随着河流而产生的。它们的选址是地理位置极棒的，这个小风和小水掌握的极其优秀。那么所有的石窟，还有大墓，还有古寺院，出名的寺院，它们的地理位置的选择都是背靠着山，脚踩着川，祖祖辈辈坐高官，是吧？背靠着山，五洲山，脚踩着川，五洲川，祖祖辈辈坐高官。小水地理位置的选择。那么很多人来过云冈石窟，对我身后的20号洞窟一定不陌生，是吧？这个洞窟呢，是我们云冈石窟唯一的一龛露天大佛，也是我们云冈石窟的外交官发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在任何能了解到云冈石窟的书籍呀、影视资料啊、明信片上面，代表我们云冈石窟的就是他。你来到云冈石窟不跟他拍个照，相当于你没来过云冈石窟。它不是最大的啊，最大的在第5窟17.4米的大佛洞，那是86版《西游记》那一集唐僧扫塔变奇冤里边有一个剧情，有一个僧人带着唐僧师徒4人走进了一座大庙，4个人抬眼一看，看到的是第5窟17.4米的大佛。而我身后这尊造像，它的高度只有13.8米，不高。92年的时候，就在20号洞窟门口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窟前考古。当时的考古专家姓张，当张专家搭着脚手架爬到与这尊大佛脸贴脸的时候，一幕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您猜怎么着？
张专家以这尊大佛的鼻子尖儿为中心，经过测量哈，鼻子尖儿到左边脸蛋的边缘，跟鼻子尖儿到右边脸蛋的边缘，它居然是一边大，分毫不差。朋友们，云冈石窟开凿的年代是460年，北魏王朝南北朝时期，1500多年以前的能工巧匠，他们在没有任何高科技的社会化仪器的情况下，说白了，没有任何精密的测量仪器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一边大？这是令我们今天的专家仍然很费解的难题。而且当时的张专家爬上去，给出了我们这尊大佛身体各个器官具体的高度，您听一下体量，很令人震惊。它的一个耳朵的高度3.33米，333厘米，一只眼睛的长度1.07米。张专家1.82米的大个，他站在大佛的肩膀上，我们从下看就像个火柴盒一样，而且人家可以从大佛的这耳朵背子后边钻过去。这几组数据跟大家一说，您可能就能够在镜头里面，没有在现场的情况下，试想一下这尊大佛的体量有多么的大，对吗？那么你看，咱们一会儿呢要去到的19号洞窟，大佛坐在窟洞里面；18号洞窟、17号洞窟，大佛都在窟洞里面。哎，为什么只有20号洞窟裸露在外面呢？云冈石窟可就这一个露天大佛啊！我想先问问大家的想法。所有人来到这里都很好奇，它为什么成为露天的了？你怎么想？如果你觉着是460年当时的工匠在开凿石窟的时候，他就开凿了一龛露天的，人家故意设计师故意而为之。你打个一，设计师就设计的露天的，您打个一。你说应该不是吧？应该是在这1500-600年里边，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它裸露在外面了啊，地震呢、火灾、洪水等等，这都属于第二种情况。你打个2。你觉得是故意设计的，您打1。你觉得呢？应该是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天灾，您打个2。我们先在这里，咱们先把眼前的20号洞窟露天大佛的露天之谜讲给大家。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走进山西味道文旅小杨主播的直播间。地震震没了呀，没点关注的点上啊！我先喊波关注。云冈石窟呀，哪儿都好，要佛像多有佛像多，要震撼有震撼，要名气有名气，就是 WiFi 信号少。左上角您可以把免费的关注点上，等我下播再取关，好吗？来，3个数点关注，3；2个数点关注，2；来1个数点关注，1。点关注啊，左上角的福袋参与一下。您也可以把来自千年古佛面前的福气、财气、好运气，您接一波。我们稍微往前一点点啊，有好多直播间的朋友们说2，恭喜你们答对了。它就是因为某一次地震，这件事情要给大家呢从开始讲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冈石窟的1期工程，20、19、18、17、16。这5个洞窟是云冈石窟第1期工程，开凿年代是460年到470年之间，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把这5个大型的窟洞以及5尊大型的造像开凿完毕，归功于我们的五洲山的这个石质，它是砂岩石。砂岩石有好处有弊端啊，好处呢就是啥呀？它很松软，它很好雕刻大小造像。弊端是什么？它遇水就会风化的很严重，所以呀，1期工程5尊大型的洞窟和造像，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开凿完毕了，460年到470年之间。而当470年这5个大型的洞窟开凿好之后，当时的工匠一拍脑门说：完了，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这5个洞窟保不住了。只要有一次轻微的地震来临，这些大佛全部都得坍塌。怎么回事？因为就在这一座他们千挑万选的大山上，山体石质没有勘测好，出现了一条石质的弊端，叫做泥岩层。来，朋友们，至今能看到，我们让摄影师呢给大家呢把镜头放大一下，在大佛的胸口上有一条红色的泥岩层的缎带，跟其他砂岩石的石质的颜色明显不同。右手边矮一点的那尊叫未来佛，
脖子这里也有一条很明显的红色的岩石层的断带，它的颜色跟其他发白的这个五洲山的石质明显不同，能看见吗？能看见打能啊！就是因为这条泥岩层的断带，所以当时的工匠就预测完了，只要有一次轻微的地震，咱们这10年白干活了。果不其然，51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轻微的地震。这次轻微的地震好巧不巧，就把20号洞窟的外围的屋檐崩塌了。左手边原来也跟右手边对称，也有一尊矮一点的造像，那尊叫过去佛，也在512年的这次地震中坍塌了。至今依稀留下来2个硕大的佛脚丫子剩在那里了。那么512年这次地震让外围屋檐崩塌，让左手边的过去佛崩塌，当时的工匠难道就坐视不管吗？他们就没有好的方法来对抗大自然吗？并不是，人家有好的方法来对抗。您听听他聪不聪明啊？主尊造像的左右两边胳膊肘子，我们山西人管这儿叫胳膊肘子，不知道你们叫啥啊？左右两边胳膊肘子一边有一个方形的窟窿，能看到吗？左手边有个方形窟窿，右手边有个方形窟窿，看到打个小一。92年的时候，在这个洞窟面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窟前考古啊。张专家从这俩窟窿里边的其中一个钻进去了，您猜里边是怎么着？2个方形的窟窿在大佛的后边连接了一条1米高的通道。我刚才说了，张专家1.82米的大个儿，他走到了1米高的这个通道里边，他得猫着腰走，拿着手电筒，在这1米高的通道里边走着，他一拍脑门，他说：“哎呦，老古人太聪明了，这条通道你知道干嘛使的吗？分散山头压力来的。因为所有的大佛，它的头顶其实都是五洲山的山头，所有的力量都压在大佛头顶上。那你可不是再有一次地震，大佛就得从它的身上的泥岩层断裂吗？所以他们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让五洲山山头的压力往大佛后面那1米高的通道去分散一下子，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通道，分散了转移了山头压力。所以主尊造像和右手边的未来佛，时至今日的今天，仍然屹立在神州大地上，迎接着全世界5湖4海4面8方的游客来到这里来瞻仰它。所以当地老百姓给他俩起个名儿，你听贴不贴切？一个叫做佛坚强，够不够坚强？一尊叫做幸运之星，够不够幸运？身体上虽然有残缺，虽然有缺点缺陷，虽然有大山上面的这个泥岩层作为缺陷，但是它仍然通过老古人的智慧让它保留到了今天。听完这一段，你们觉得古人聪明吗？朋友们，聪明可以不要吝啬我们的赞美，你们的赞美就是对老古人的认可，咱们可以一起打一波牛字，好吗？这波牛字不是给小杨主播的，你也不是那啥呀，给这些大佛的，咱们这波牛字就是给当时在1500-600年以前参与了云冈石窟设计并且建造的这些工匠，而齐刷刷夸赞他们一波。然而这些工匠的聪明智慧不仅仅在这一点点展现出来，我们一会儿边走你们边听，会觉着哇，老古人真的太聪明了。那么来到云冈石窟一共有几看呢？我告诉大家，一共有10看。如果没人给你讲，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活人看石人，石人看活人，我们一一把这10看讲给大家。第一看，看大佛。从此时此刻开始，像我身后这样子13到17米之间的大佛占比很足，所以第一看看大佛，是吧？第二看看什么？看三世佛。什么叫做三世佛呢？从此时此刻这个洞窟开始，我们接着往下游览啊。每一个洞窟里边佛像的布局都是按照三世佛的布局来布的，左手叫过去，中间叫现在，右手叫未来，代表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昨天、今天和明天。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你觉得512年的这次地震，你说好巧不巧，就把过去佛带倒了，留下了现在佛和未来佛，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过去的事情不要频频回首，别留恋，每个人都要活在当下，
展望未来，是吧？第二看什么？三世佛。第三看啥？看飞天。咱把飞天二字先打在评论区。飞天不是茅台，不是酒。好多人说敦煌莫高窟看飞天，云冈石窟也看飞天。点好关注，我们把镜头拉大到主尊造像佛手的左上角和右上角。佛手就是佛头啊，不是佛的这个手掌的那个手。佛手的左上角和右上角，能不能看到有2尊雕刻异常精美的飞天？云冈石窟大小造像有59265尊，飞天的占比不在少数，但是这2尊飞天是所有飞天里的上乘之作。它的长度，因为它是横着的嘛，它的长度达到了2.5米，体量很大。哎，飞天是谁呀？飞天呢是佛陀的8大护法里面的2位，一位呢叫做钱达婆，一位呢叫做紧那罗。钱达婆善于唱歌，而紧那罗善于跳舞。嚯，1500-600年以前的能工巧匠，把这些载歌载舞的形象雕刻在了庄严法相的佛国世界里面。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在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杀伐不断，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是有向往有憧憬的。那美好生活什么样呢？应该是安定的吧，应该是幸福的吧，美好生活应该是载歌又载舞的吧。所以呀，其实他们把这些飞天载歌载舞的形象雕刻出来，也把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憧憬展现出来了。那么1500多年以前南北朝时期到底有多乱呢？我先把这段历史给大家先梳理一下，一会儿我们在讲这尊造像是哪位皇帝的时候，可能您就不那么迷茫了。朋友们，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学过的历史朝代歌里面，北魏王朝在南北朝里面，南北朝3个字我希望您记一下啊，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子。南北朝时期，南面是宋齐梁陈，北面是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和北齐，南北朝对峙的时候。那么北魏王朝要讲到什么时候？西晋后期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导致了一个结果，草原上面的游牧民族纷纷逐鹿中原，他们建立起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的割据政权。我们把这一段混乱的场面叫做五胡乱华。五胡乱华是哪五胡？匈奴、鲜卑、羯、狄、羌。而这样子混乱的场面，就是由这支鲜卑氏给它平定下来的，是拓跋鲜卑氏。他们从哪里来的呢？从遥远的大兴安岭深处的那个嘎仙洞来的。准确来讲，他们是属于内蒙，今天的内蒙跟东北交界的那个地方，从嘎仙洞来的。第一次迁徙到了内蒙古的和林格尔，第2次迁徙到了我的家乡山西大同平城，在这里定都了97年之后，在494年迁都到河南洛阳去了，又开始开凿龙门石窟去了。所以龙门石窟可以说是云冈石窟的续篇，它俩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是姐妹工程。最终呢，这支拓跋鲜卑族在534年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变成了北齐和北周，最后都被隋朝给统一了。所以它的国祚不长，140多年，却把它最精华的97年，最高光的97年留在了山西大同，作为它的都城平城。所以人们这么说：燕元明清看北京，宋齐梁陈看南京，北魏辽金看大同。所以我们大同第一个高光时刻就是北魏100年的都城。那么有人说云冈石窟一窟一佛一故事，每一尊造像都对应了北魏时期一位一位的历史皇帝，是不是真的？它代表的是谁？讲一讲。哎，你们去过龙门石窟啊？龙门石窟有一尊露天大佛，叫卢舍那大佛，它对应的是武则天。我说的对吗？云冈石窟一窟一佛一故事，这尊造像它对应的谁？您去看它，双眉细长，目光坚定，鼻梁高挺，身材健硕。它对应的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叫做道武帝拓跋圭。他的目光如此之坚定，他的身材也如此之健硕，也代表了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圭
入主中原、问鼎中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都在这尊造像的神态上面彰显出来了。那么这些造像其实也有着他们游牧民族在草原上的生活特征，我们稍微侧点能看见啊，侧着点您依稀能不能看到，在这尊造像的嘴唇上面有2撇小胡子？看到了打能啊，有2撇小胡子，而且他身上穿的这个袒右肩式袈裟，它很厚，是吗？佛教不是我们的本土教派，佛教是从古印度传过来的，他们当地呀特别热，所以人家都穿的是袒右肩式袈裟，这全部都是西方佛教艺术的色彩。而来到了中国，游牧民族给它雕刻在五洲山上，又把当时鲜卑游牧民族在人家呢以蓄胡须为美，他们在草原上骑着马打仗，也把那啥呀征战四方，御寒性很强的那个衣服毛毡给它雕刻在大佛的身上了，厚厚的那是人家游牧民族御寒性很强的毛毡。所以云冈石窟的雕刻风格不仅仅有着西方佛教艺术的浓浓的色彩，也有着当时游牧民族鲜卑民族的以蓄胡须为美，以穿毛毡御寒性很强的这种衣物，全部把这些特征集合在这些大佛的身上，形成了我们云冈石窟自己独有的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就叫做云冈风格。所以云冈风格跟其他的这些石窟完全不同啊。那么好多人说那拓跋圭活多大岁数啊？我跟你们说，他活得不长，他活了38岁。咋死的？这点我得给你讲讲。说呀，当时在游牧民族可以近亲结婚，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近亲结婚，咱们现在汉人肯定是禁止近亲结婚，因为生下来的孩子肯定不怎么聪明，对吗？游牧民族是可以近亲结婚，而且他们在倡导近亲结婚，目的是为了防止自己这支游牧民族慢慢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他要保证自己游牧民族的血统永远保持纯正。所以眼前的拓跋圭也不例外，他娶了自己的小姨，小姨不是小姨子啊，小姨是他妈妈的妹妹，叫贺兰氏。贺兰氏长得貌若天仙，肤白貌美，很漂亮，而且人家已经婚配了，他杀死了自己的小姨夫，娶到了小姨，2个人生下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没有不聪明，这个孩子呢叫做拓跋绍，在他所有的孩子里面排行老2。你看我们从古至今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你排行老2，你很难当上下一位皇帝，你不可能继承你爸爸的皇位，除非你像李世民那样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哥哥杀弟弟，威胁老爸，有可能当上第2位皇帝。所以他的这个儿子拓跋绍想当上第2位皇帝，趁他老爹38岁的时候睡在寝宫，1不做2不休，杀死了爸爸。他想当上第2位皇帝。我想问问大家，你觉着老天爷服不服他？就是服不服他？当没当上？您觉得当上了打个当上了，您觉着没当上打个没当上。具体当没当上，咱一会儿到下一个洞窟19号洞窟里边的大佛是他的儿子，咱讲讲那尊佛像，您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当上。好多人说，那他把他爸杀了还不傻呀？也挺傻的是吧？这近亲结婚真的就是不太聪明是吧？我看看你们怎么说啊？你觉得有没有当上？当上了打当上，没当，都说没当上。好，咱们埋个伏笔。那么咱们讲一下大佛的眼睛珠子吧。这2尊大佛眼睛珠子有明显的区别是吧？在这里是个鲜明的对比，很好讲眼睛珠子。你看主尊造像大佛，他的眼睛里边是有2颗眼睛珠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闪闪是吧？不是金光闪闪，闪闪发光。右手边的未来佛矮一点的，只有2个深深的眼睛洞，眼洞孔洞，没有眼睛珠子哦。您猜猜吧，你觉着460年刚开凿这些大佛的时候，当时有没有眼睛珠子？你觉得有打有？你觉得当时有，那说明右手边那尊眼睛珠子被人挖出来了。你觉得当时没有，你打2，没有，那么说明中间有的是后来人给他安上的。你们觉得有吗？你觉得460年刚开凿北魏王朝时期有眼睛珠子，你打有，打1；没有眼睛珠子，你打没有，打2。咱把眼睛珠子之谜先讲给大家啊。
我们说云冈石窟这59265尊造像，他们都是本着犍陀罗艺术的雕刻风格来雕刻出来的。犍陀罗艺术，你们不用了解的那么仔细，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会把大佛的眼眶雕刻出来，没有额外给它安插任何眼珠。它的眼珠、眼球是以五洲山砂岩石的石质给它把形状瞳孔雕刻出来而已，没有额外的材质给它额外插进去。那么说明当时是没有眼睛珠子的吧？我们大同第2个高光时刻是辽，辽是契丹；第3个高光时刻是金，金是女真。我们山西大同是契丹和女真人的西京府，政治地位很高。当时他们在全国共设5京，上京在内蒙古的巴林左旗，中京在内蒙古的赤峰，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有故宫天安门的那个地方是它的南京，东京在辽宁义县，西京在山西大同。当时契丹女真人在这里做西京府，人家也崇佛信佛。哎，他们来到这儿说，哎呦，这大佛壮观是壮观，漂亮是漂亮，但是呢，光有眼眶子没眼睛珠子，这说个难听点话，这叫有眼无珠，不好看。于是把它本来砂岩石的这个形状的瞳孔挖了出去，就形成了右手边那样子的孔洞，然后用陶土和琉璃给它额外安进去的眼睛珠子。插进眼睛里边的呢是锥形的水滴状的陶土，留在外边的呢这个剖面它是琉璃。琉璃是什么？就是咱们村里边装水那大水泵、大水缸，腌咸菜那大水缸外边其实就是玻璃，不值钱。所以主尊造像有眼睛珠子，是辽金时期给它安上的。右手边的眼睛珠子哪儿去了？民国时期，我的脚下是当地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做云冈村，当地老百姓就住在这个平房里面，后面的这些窟洞都是他们家的一些杂货屋、杂物室，他们把自己家里边的牛啊、羊啊、牲畜系在大佛脚上，大佛的肩膀上、头顶上全部都落着他们家的鸡呀、鸭呀这些家禽，整个洞窟里边臭的嘞。当时的老百姓很穷呀，天天的进入到洞窟里边，他们也希望佛祖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很安定，他们就天天看着大佛眼睛珠子这么亮，会不会是什么宝石之类的呢？于是在后面往后走，日子往后走，有外国的一些不法分子打着一些古董商贩的名义来到这个村子里面，或高价或低价收购佛像和佛手或者佛像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就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这些大佛的眼睛珠子抠了下来，监守自盗卖了。这是书籍里真实记载的，不是我瞎编乱造的啊。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1985年的时候，云冈石窟回归了一颗陶制佛眼。这颗陶制佛眼现在呢，就把它呢就供奉在我们云冈石窟云冈博物馆里面，成为了镇馆之宝。谁给他拿回来的呢？美国的一位美术馆的馆长，他叫史克门先生。他当时呢把这颗陶制佛眼带回来的时候，还附了一封信。这封信里是这么说的，您听听。他说：“我呢，在1933年的时候，在1938年的时候，带了5万美元来到中国收购佛像和佛手去了。我听说有很多人都在中国收购走佛像和佛手了，我也想带着这巨款5万美元，我也想来收购一个。结果他在1938年的时候来的时候，33年这个地方就已经重兵把守，警卫森严起来了，当时的文物保护的意识就已经提高起来了。所以当时的史克门先生绕遍了整个村子，挨家挨户问，啥都没收走，老百姓家里已经啥也没有了。结果呢，他正特别的气馁，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大娘家，他家有个小孙子在门口呢，正在把玩一个水滴状的一个形状的玩具，在那玩。他就问他，他说：“小朋友啊，你手里边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那小朋友说：“那俺也不知道，这是俺奶奶给俺的，我不知道，我奶奶给我的。”结果他就问正在家门口马扎那儿坐着乘凉的这个老者，他说：“大娘啊，你孙子手里边玩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大娘说：“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们家里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当时史克门先生就断定这一定是大佛身上的一个
零部件或者器官，他带了5万美元来，你知道他花多少钱买走的吗？1块钱大洋，来吧，把1全屏打一波，1块钱大洋，他就把这个陶制佛眼就带走了，摆在他们的美术馆的这个馆里面，成为了镇馆之宝。到1985年的时候，史克门先生退休了，马上就要卸任了，可能是良心发现，也可能是希望完璧归赵，于是他把这颗陶制佛眼委托中国博物院的院长素白先生，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它完璧归赵，送到了云冈研究院，现在就摆在我们的云冈博物馆里。所以小杨主播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朝一日来云冈石窟，都去看一看，在外面流落了半个世纪50多年的陶制佛眼，成为了镇馆之宝。去看一看，它似乎在诉说着那50多年的见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好吗？所以呢，在1933年的北洋海报上面，大篇幅的记载了云冈石窟佛像和佛手的丢失情况。佛像丢失了呢，有1800多尊；佛手丢失了98尊，98尊佛手散落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法国有7尊，英国有6尊，德国有6尊，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有1到5尊，还有5尊不知去向。他们全部大部分啊，都是被当地的这个村民监守自盗了。所以呢，我们接着呢往下走，看看有没有能够今天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盗洞来讲给大家。每一个小杨主播点关注，点关注，我们此时此刻一起呢到19号洞窟，咱去看看下一位皇帝拓跋绍到底当没当上皇帝，当没当上？来了，左上角啊，没点关注的，来3个数点关注，3，来2个数点关注，2，左上角啊，1个数点关注，1。左上角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左上角的福袋参与一下，把来自千年古佛面前的福气、财气、好运气您接一波，好吗？直播间的朋友们，点好关注啊，打出2个字出发，咱们呢一起呢到下一个洞窟看一看。你们能不能给我也点点赞呢？那天天看跳舞主播、唱歌主播，人家一点赞给人家点1晚上，为啥老让你们点赞啊？因为人家那个平台说了，哪个主播呀跟观众能要5万赞，下播给我们开50块钱工资。说哪个主播呢能跟观众要10万赞，下播给我们开100块钱工资。你们能不能根据我的讲解水平给我开工资？这也叫你给我精准扶贫一波，行不行？你觉得我值多少钱，您就给我点多少个赞。来，打出2个字出发，先走，别在这儿定着了，走吧。走了，我应该把20号洞窟应该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了。好了，那么我们呢说云冈石窟每一个洞窟一共有45个洞窟啊，45个洞窟，平均每一个洞窟雕刻耗时多久呀？3到5年。因为五洲山的砂岩石很松软，很好雕刻大小造像，缺点就是遇水会风化的很严重，所以3到5年就能雕出一个洞窟来。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19号洞窟，它最费时间，它用了9年半，它是我们云冈石窟45个洞窟里耗时最久的。哎，咋的呀？它就耗时这么久啊？为什么呢呀？第一个耗时间长的原因，是因为在它的左上角和右上角，主尊造像的左手边、右手边有像人呐，一边一个耳朵一样，把过去佛、燃灯古佛、未来佛、弥勒佛以体量很大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它耗时长的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主尊造像的高度是16.8米，它是继我们云冈石窟第5窟17.4米之后第2高大的造像，它的高度是16.8米。当时康熙皇帝啊来到云冈石窟，看到如此高大的造像，他还给这个造像啊做了一首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是这么说的，他说：大佛比山高，手在半山腰，耳朵上能摆旗，手上能摆席。啥意思啊？就说这尊大佛太大了，大佛跟大山一样高，右手施无畏业，就在半山腰上待着呢。说呢，耳朵上能摆旗，耳朵很长，俩人面对面下盘棋没问题。手掌上很宽阔，10人围一桌，在上面呀来桌席没问题。哎，这首打油诗做的还行啊，你们觉得做的还行吗？但是不管他做的行与不行，其实这首打油诗就是形容这尊大佛的高大来的。你们觉得大吗？大打波大啊！不要吝啬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赞美就是对老古人的认可，是吧？是大
大归大，那怎么身上怎么这么多小洞啊？这些小洞是怎么来的呢？是吧？那大佛这下巴颏哪儿去了呢？这下巴颏是不是也是被人给凿下去了呢？你看他那下巴破坏的那个流线的走向，是不是被人给破坏了呢？我们在这里先把大佛身上的小洞，还有他的这个下巴丢失之谜，我们讲给大家。小杨主播呢，在线下呢，在一线呢，有从事旅游工作10多年的经验。我也把很多游客对于身上这些小洞的来源、说法众说纷纭，给大家总结了几种说法啊。你看，有人说这些小洞是当时的小日子拿着那个机关枪噗噗噗噗扫射的子弹眼，哦，你们觉得对吗？还有人说这是大佛身上的排水系统，为了下大暴雨呀、发洪水呀，别把大佛给冲坏了，那是排水系统，有这么先进吗？还有人说呀，说这些小洞它都处于大佛身上穿那个袈裟，他身上当时肯定镶宝石来的，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也被监守自盗了。我听到最靠谱的一种说法说，这些小洞是当时的专家为了调研大佛搭的脚手架子眼。哦，你们觉得这几种说法哪个靠谱一点？或者你们有没有更靠谱的说法？我给大家讲讲专家怎么说啊。专家说呀，云冈石窟的大佛开凿于460年，当时开凿好的时候，这些大佛都很光滑，没有小洞，而且有颜色，当时的颜色是基础的红色和黄色。那么历朝历代发现了这一尊尊的大佛，也都想以他们当时的那个朝代的审美对它进行修缮，以清朝为主。清朝呢就喜欢以颜色、以彩绘示人，他们想给这些大佛穿上鲜艳的衣服，刷上漂亮的颜色，在当时来讲是一种功德。我们常常说今生富贵为何因，前世给佛披金装。但是您瞧瞧我们五洲山的砂岩石啊，这个砂岩石很粗糙，凹凸不平，颗粒感很强，你把矿物质颜料刷上去，那不是抹不均匀吗？于是老古人就说啊，那你难不倒我，我们可以先给这大佛外边先给它糊一层泥巴，泥巴干透了以后，外边再给它刷颜色，颜色不就呆住了吗？哎，结果他们忽视了这些泥巴挂不住，隔半拉月泥巴掉了，隔1个月泥巴脱落了，他们为了挂上泥巴固定泥巴，所以主动的均匀的在大佛身上打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千疮百孔的小洞。哎，小洞里边插些木楔子啊，2/3木楔子插进山体里面，2/3插进山体里面，1/3木楔子头裸露在外面，头和头之间缠绕麻绳，制造一个粗糙的表面。粗糙的表面制造好了，泥巴不就糊在外面了吗？颜色不就刷在外面了吗？200-300年过去了啊，木楔子麻绳风化没了，泥皮儿颜色脱落完了，留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看到的可不是就是这些千疮百孔的小洞吗？所以这些小洞专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包泥敷彩留下来的。包泥敷彩留下来的，听明白了吗？如果您听明白了，能不能回应我一声，打波666呀？好多的这个导游在现场都给游客在讲解，他们是给游客讲的，人家之间有语言上的交流，眼神上的互动。我可看不着你们啊，就你们能看着我，那公屏是你我之间可以互动的媒介。打波666告诉我一声，那我知道你们听懂了，我在接下来的洞窟里的大佛身上看到小洞，我就不赘述这一点了，好吗？咱们一起看一下下巴，下巴壳哪儿去了呢？是吧？是天灾是人祸呀？我告诉您，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那是个美丽的意外。仔细观察下巴，下巴上能不能看到那一个一个的小洞啊？所以专家分析，他下巴上的小洞跟身上的小洞来源是一致的。说老古人当时给他包泥，砰一打小洞，破坏了下巴整体岩石层，导致人为脱落的结果。所以他的下巴不是故意而为之，是美丽的意外，不是天灾，也不是人祸。这个洞窟我们一起呢环顾一下，圆圆的，很宽敞，是吧？这种洞窟的形态叫做穹隆顶洞窟，它们就好像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所居住的那个蒙古包，像牙帐一样子。看着这样子宽阔的洞窟，你们肯定会在心里面想到咱小学课本里学过的那首北朝民歌《赤
敕勒歌》，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不是？所以呀，整个云冈石窟在每一个洞窟里，不仅仅把佛像的嘴唇上面给它镶胡子，因为他们当时的男子以蓄胡须为美，他们穿厚厚的毛毡，草原上征战四方，御寒性很强，同时也把他们在草原上居住的蒙古包牙帐、穹窿顶洞窟彰显在云冈石窟里面了。这些特色集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云冈石窟特有的自己独特的风格，叫云冈风格。那么我们说云冈石窟一窟一佛一故事，这尊造像对应的是谁呢？北魏王朝的第2位君主，他叫做明元帝拓跋嗣。上回说到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圭被他的2儿子拓跋绍给杀死了，那这拓跋嗣跟拓跋绍是什么关系呢？拓跋嗣是大儿子，拓跋绍是2儿子。弟弟把爸爸给杀死了，那个节骨眼上，哥哥正好在外边开疆扩土，征战四方呢。听闻宫中来报，弟弟把爸爸给杀死了，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铃而响叮当之势，回到了北魏的皇宫，平定了这场宫廷政变，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坐上了北魏王朝的第2位君主。所以后人尊称他为明元帝拓跋嗣。他活多长时间？他活了32岁，咋死的？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说在游牧民族成立的政权那时候啊，他们很多人爱吸食一种东西，就类似咱们今天的毒品，它叫寒食散。所以有史书记载，明元帝拓跋嗣爱吸食寒食散，同时他也爱征战四方，开疆扩土，特别的爱打仗，从内到外把自己的身子就给败光了。虽然他活得短，32岁，但是他在北魏王朝上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上启开国皇帝，他的老爹道武帝拓跋圭；下是起到了谁呀？大名鼎鼎的太武帝拓跋焘。太武帝拓跋焘是他的儿子，他统一了北方，结束了长达130多年16国割据北方的这么一个局面，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拓跋焘我讲的时候啊，我得讲2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女孩子在我直播间？咱们女性朋友们给我打个1，女性朋友们，我看一下我直播间男女比例啊。姐姐们、阿姨们、大姨们、奶奶们、妹妹们，只要是女性朋友，您给我打个1。为什么这么问？你爱看电视剧，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前几年热映的，叫做《锦绣未央》。男主人公是罗晋所扮演的，叫文成帝拓跋浚；女主人公是唐嫣所扮演的，叫做李未央。但是历史中并没有李未央，真实中历史中的李未央，她姓冯，她叫冯淑仪，冯太后2次垂帘听政，临朝称制。而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有描写过我身后的第18号洞窟大名鼎鼎的太武帝拓跋焘，看过吧？太武帝拓跋焘现在呢正好在修缮，过2天就开放了啊。拓跋焘什么样？他是一尊立佛，站着的，身上穿了一件千佛袈裟，满满的身上雕刻着都是小佛，这叫千年的罚站，也代表他身上穿的这个衣服上面的那些佛像，代表他当时灭佛杀死的那些无辜的僧侣，来谴责他。他虽然功勋卓著，但是他发生了历史上第1次灭佛行为。我们说历史上一共有4次灭佛行为啊，咱们统计一下。第1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第2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第3次，唐武帝李炎灭佛；第4次，后周世宗柴荣灭佛。历史上就4次灭佛行为，他是始作俑者，他是带头人，第1位。好多人还好好的吃饱撑的呀，为什么要灭佛？我讲讲为啥要灭佛，你们也就明白了云冈石窟为什么修建。说呢，北魏拓跋鲜卑呀，他本来是不信佛的，人家信的是萨满，人家草原上面的游牧民族信萨满。那来到了山西大同平城，掌管着那么多信佛的老百姓，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吧？谁能臣服于你呢？我统治者信的萨满，老百姓信佛，没人臣服你，咱们信仰都不一样。所以当时他第1部汉化改信仰，开国皇帝人家就下了一道诏书，说老百姓啊，
以后我们也不信萨满了，我跟你们一样，我也信佛教。我不仅仅信佛教啊，我对你们信佛的人啊还特别的友好。只要所有信佛的人呢，你们每天呢在寺院里边呢转转佛珠，念念佛经就行了。而且你不用给国家交税，你不用给国家交粮食，哎，打仗你也不用去，多好的待遇啊！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导致了另一个方向的发展。大家好吃懒做的人都出来了，天天我也不想给国家交税，我也不想干活，好吃懒做，坐吃等死。他们就猫在寺院里假装自己信佛，导致当时呀国家征兵没人打仗，没人上战场，而且在寺院里边发现了有很多佛教上面的禁忌，发现女人啦，发现兵器啦，发现金银财宝了。所以太武帝拓跋焘上位之后，一气之下杀僧人，烧僧书，毁寺院，就把佛教给灭了，史称太武灭法。那个时候还没有云冈石窟呢。等到他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浚上位以后，史称文成复法，又把佛教就给恢复起来了。第二次恢复起来的佛教更加兴盛，愈演愈烈，如同燎原之火的形式一样。所以北魏王朝是先信佛，再灭佛，再信佛。第二次信佛的时候，那整个是愈演愈烈呀，全民上上下下一片信佛之风。在这个时候才有了云冈石窟，是吧？他们不盖寺院了，人家呢也不盖大庙了，为什么呀？寺院可毁，经书可焚，经筒可熔，为山河可惊天。我们又一次信佛了，但我不能修寺院，万一哪个皇帝不高兴了，又把佛教灭了，你不得把寺院烧了，你不得把经书烧了，你不得把经筒熔了。所以寺院可毁，经书可烧，经筒可熔，为山河可惊天。在大山上开凿这些石佛，你破坏不了吧？所以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背景，我有没有讲明白？它是在北魏王朝文成复法第二次信佛之后，佛教愈演愈烈，全国上下一片信佛之风。第二次信佛的时候开凿出来的，听明白了打波666。我们把这个云冈石窟开凿的这个历史背景讲给大家。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第17号洞窟是云冈石窟的第4看啊。第一看看大佛嘛，第二看看三世佛嘛，第三看看飞天，有课代表记着吗？第4看看什么？看交角弥勒菩萨。交角，我们说交角的姿势起源于印度和中东，是当时的一种皇室的坐姿，达官显贵的坐姿。你老百姓你不能这么做，你说我坐我家热炕头就这么盘腿坐，那不行。那在1500多年以前你要这么做啊，那脑袋就丢了。这种高贵的坐姿随着佛教艺术文化沿着长长的河西走廊一并展现在云冈石窟的墙壁上面了。那么很多人来到这个洞窟会有个疑问，说哎呦，这个洞窟怎么下线5到6个台阶来参观？你看刚才看20、19、18都在水平面上看就行了，在这个洞窟这怎么修的这么低呢？你看有种说法是这么说的，说云冈的大佛都是从上往下修，先修头，再修身子，再修腰、屁股、腿，结果这尊大佛比例没掌握好，你看看腰太长了，腰身预留的太长了，屁股没地儿搁了，就把他这个屁股底下的石头挖出去了。你们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朋友们？这是皇家工程啊，皇家工程的工匠能做出这种基础性的错误吗？能犯这种基础性的错误吗？你觉得对打对，不对打不对啊？听听专家怎么说。专家说，这龛造像为啥修的低？你要知道他是谁啊？他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大名鼎鼎的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他叫做景穆帝拓跋晃，也就是我们在史书里面看到的太子晃，说的就是他。他才活了17岁，结果17岁的时候被他父亲身边有一个大太监，这个大太监叫做宗爱，就把他给吓死了。他还没来得及登上皇位呢，他只是一个太子就吓死了。所以为了区分谁是皇帝，谁上位了，谁是太子，谁没上位，就用这种佛像修得高和修得低来代表，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这是一尊交角弥勒菩萨。我们说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世人，世人皆不识。弥勒佛有很多种样子，我们常见的有大肚弥勒佛，有倚坐弥勒佛，有交角弥勒佛，他是未来佛。
他在这个迷信里边是这么讲的：56亿7800万年以后，他才上班呢。现在上班的人是释迦牟尼，所以他现在没上班，所以呢必须得低一些。2个原因让他低了下来啊。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洞窟的布局。您看，左手边过去佛，哎，没毛病。过去佛中间本应该是现在佛释迦牟尼，但是却把现在佛释迦牟尼放在了右手边。而本应该在右手边的弥勒佛，把它放在了中间。为什么现在佛和未来佛颠倒个了呢？南北朝时期，战争不断，杀伐不断，老百姓苦不堪言。老百姓呢，在书本里面也了解到，哇，弥勒佛什么时候上班？那时候的世界特别美好，别等到56亿7800万年以后你再上班了。你现在上班不行吗？你现在上班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就希望他现在就能上位，把他放在了中间，也代表了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憧憬。所以未来佛和现在佛颠倒个了。这是17号洞窟。它和你们去到四川乐山看到那尊乐山大佛一样，都是弥勒佛，代表光明与希望。既然代表光明与希望，那咱们也来到这儿入乡随俗一波，好吗，朋友们？咱们这样子啊，打开手机，小小表情包，不要那个1毛2毛的，不用你花钱。表情包里面，每个人的表情包里面都有免费的花花，3支、6支、9支免费的花花，咱们在这里发出去，来一波云借花献佛，希望我们的未来通通都是充满光明且充满希望的。小洞是包泥敷彩留下来的，想不想看看包着泥糊着彩的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去往五华洞，颜色最华丽、最漂亮、最鲜艳、最好看的5个洞窟，我们看着看这大佛，这糊着泥包着彩长什么样子？看不到小洞的那些大佛，咱们一起呢到中期洞窟看一下。中期洞窟的五华洞是哪5个呢？13、12、11、9、10这5个洞窟里面，我们呢昨天呢让后事关了，因为呢5、1、11就不能进后事了，人太多，所以咱们今天把昨天没有看到的这些全部给大家进行一个弥补啊！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哎，没给主播点关注，点关注嘛，好吗？左上角的关注点上啊，左上角。然后大家把关注点上，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洞窟里边，大山里边，信号贼差，哎，啥都好，要颜色漂亮有颜色漂亮，要神佛满天有神佛满天，就有一个缺点，就是信号不好。为了方便您此次直播流畅的观看，左上角的关注您先点上啊，等我下播您再取关也行。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五华洞，它外围就有木质的屋檐了，能看到外围有寺院。在史书中记载，云冈石窟每一个洞窟在刚开凿好的时候，全部都有这样子木质的大庙在外边保护它，防止呢它呢风吹日晒、日照雨淋就风化了。这叫云冈石寺。这云冈石窟有10个大型的寺院，哪儿去了呢？在1122年的保大之战中，女真人抛下了一个火种，结束了契丹人的统治。所以当时这10座木质的阁楼全部都毁于战火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五华洞门口这木质的阁楼是08年复建起来的。复建你要了解，跟新建那有完全绝对上的区别，对吧？新建那说明以前没有，但是复建是说以前有，因为战火摧毁了，给它重新在原址上面建出来，这叫复建。是谁主张的呢？大同在08年呢是有个分水岭，08年以前呢我不敢欢迎你来，那时候你来我们大同啊，大同有一个相声叫《数来宝》，是这么唱大同的环境的：天不下雨下没面，地上有井没井盖，树上结的是塑料袋，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小商小贩没人抓，说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哎，08年以前啊，我一点不夸张，那时候我不敢欢迎你来。08年分水岭，耿老师来了，政治人物的名字我不能提及，我就把他的姓氏提及一下。如果您知道他是谁，您可以全屏打出他老人家的名字，让外省的朋友们了解了解这一位人民的好公仆耿老师。他来到大同5年时间，对我们大同做出了翻天覆地、大刀阔斧的改革。开了吗？我看一下啊，开了。哎呦，我以为今天还拦着。
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从道路到景区到城建都是通过他一手改造出来的。所以现在您来到我们山西大同啊，我们大同蓝出现了。如果中国有一种专属颜色叫做中国红，那么我们大同就有这种专属的颜色，就叫做大同蓝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看看大同蓝，漂不漂亮？现在你们来到的是我们云冈石窟的五华洞里边的第13号洞窟，颜色很鲜艳，这全部都是在那些小洞上面插木楔子。木楔子头和头之间缠麻绳，制造粗糙的表面，糊上泥，刷上彩，这些颜色基本上是保留于清朝的颜色。这些颜色呢，都是一些矿物质颜料，红的呢是朱砂，绿的、蓝的是孔雀石和绿松石，绿松石。还有的青金石，还有一会儿呢会有这些金箔，我们呢会给看到金箔的，我再讲给大家。因为都是矿物质颜料里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呢保存至今，颜色仍然很鲜艳。您现在看到的这尊仍然是云冈石窟的第4看交角弥勒菩萨，是吧？交角的姿势起源于印度和中东啊，是当时皇室的坐姿。它呢从长长的河西走廊一并来到了这个山西大同，展现在云冈石窟的墙壁上了。这尊造像有个看点，你们看，几吨重的手腕，几吨重的胳膊，在这儿腾空了1500-600年，归功于它这胳膊下边有个支点，能看到个小佛是吧？就这小佛1.8米，您把1.8打一打吧，我也不让你猜了，因为你在镜头里看到的跟我们现场看到的它不一样，它的体量不一样，它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高度，1.8米是吧？它起到了什么作用？能够起到一个撑起支撑的作用。专业名词管它叫做托臂力士、支臂力士。因为支点找得好，所以承托起来了几吨重的手臂，腾空在这里，没有因为地心引力的吸引而脱落。所以西方学者说我们的云冈石窟是力学与建筑学的完美结合，是吧？很厉害，这些工匠。人家能就在这几吨重的胳膊底下找到一个完美的支点，给它找个支撑，给它撑起来。这些工匠太厉害了。云冈石窟呢有4大特点，这4大特点叫做大、多、精、美。大是说，您看我们从20窟过来，现在到13窟，基本上每尊造像的高度是13到17米，是吧？大。多，云冈石窟有大小造像59265尊，造像的数量很庞大。多。经是说什么呢？你看右手施无畏印，他的手掌纹，他的手指肚，他那手指甲那个盖儿，你看左手放在膝盖上，能看到他手指肚，还能看到他有手指甲盖儿，能看到指甲盖儿、指甲，甚至咱一会儿去看到一些菩萨像，他头上的头发丝都淋漓尽致的彰显出来了。它很精细，是吧？美是说什么呢？云冈石窟的雕刻异常精美，它彰显了公元5世纪中叶犍陀罗艺术和墨陀罗艺术在摩崖石刻上面的最高成就啊！当时呢，在这个洞窟进行考古过程中，专家一进来说：“哎呦，这造像太漂亮，这洞窟也颜色很鲜艳。”怎么发现呀？就在大佛这脚丫子上面，怎么出现了2块黑色的石头呢？能看到打一，这块有2个黑色的孔洞，是吧？当时在里边插了2个黑色的石头。当时的专家呀，就把这个石头给它拿出来，经过科学的一个鉴定啊，这2块插进去的额外的石头，并不属于五洲山砂岩石的一部分。那很奇怪，说明是当时的这个工匠额外给它插进去的。为什么要给大脚丫子上插个石头呢？于是利用类似我们今天医院里边的那个 X 光仪器，全身进行探测。当这个仪器走到这尊大佛的右脸颊的这个时候，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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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了，说明在他右脸颊的泥皮底下也有一颗同样材质的石头。很奇怪呀，为什么有2块石头插进了这大山里面？翻开史书一看，哇，你猜猜怎么着？文成帝拓跋浚人家的样貌特征，右脚丫子上面有颗黑痣，右脸颊上有颗黑痣，这2个黑色石头它所镶嵌的位置，跟文成帝脸颊上和右脚丫上面长2颗黑痣的位置，那是一模一样。所以你们看过《锦绣未央》里边罗晋所扮演的，就是眼前这一位文成帝拓跋浚。他活得不长，
他活26岁，但是他老婆很厉害呀，千古一后，文明太后，她叫做冯太后冯淑仪，在电视剧里叫李未央，但我想告诉你，他俩并不相爱，电视剧里面也有虚构的部分，他俩并不相爱。在北魏时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您一定听过，叫做子贵母死。什么意思？哪个妃子如果生下孩子被立为太子了，那么亲生母亲就要被杀死。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嘛，冯氏一生没有子嗣，他没有受到过眼前文成帝拓跋浚的宠爱，他也因为没有子嗣保全了他，反而眼前的文成帝拓跋浚喜欢谁呀？喜欢他嫂嫂拓跋仁哥哥拓跋仁的老婆叫做李氏，他把这李氏给他娶回来了，俩人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就是日后的献文帝。所以当时的李氏就因为生下了儿子子贵母死的政策被杀死了，而献文帝的爸爸眼前文成帝拓跋浚26岁病逝了，哎，这小小献文帝无依无靠了。这个时候的冯氏第一次站上人生政治的舞台，垂帘听政，监管朝政，临朝称制，带着自己的干儿子，俩人一起把持着当时的北魏的朝政。哎，这是第一次他登上人生政治舞台，听明白了吗？结果呢，母子二人呢不一心，因为当时的冯氏啊，就是常年孤苦无依，他养很多的面首。我想问问直播间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面首是什么东西？面首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他养了几个面首啊？一个呢叫李毅、李夫、李冲、王睿，这都是他特别喜欢的几个面首。所以呢，当时的这个献文帝就说：“你居然敢给我父亲戴绿帽子，你看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就把他最喜欢的一个男宠啊李毅就给杀死了。从此之后，母子俩他呢就有了嫌隙。所以当时呢，在23岁的时候，冯太后就把他23岁的这个干儿子就给毒死了，一杯毒酒毒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出去吧。有人捂着耳朵，咱们小点声啊。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辅佐他的孙子了，他的孙子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孝文帝。哎，你们很多人说，哎，孝文帝改革三长制、均田制、俸禄制，孝文帝叫拓跋宏，是吧？你们很多人说孝文帝改革，真正背后的推动者谁？冯太后冯淑仪，她在背后真正的推动者，支持当时游牧民族的汉化，所以冯太后第二次又带着孙子孝文帝又开始垂帘听政，监管朝政，临朝称制。他们两个人创造了一个经济盛世的一个巅峰，叫做太和改革。所以云冈石窟的第5看来了，看什么呢？看二佛对坐。哎，来了。云冈石窟大小造像有59265尊，而二佛对坐的场景出现了385处。二佛对坐啥意思呢？在佛教上面，本来呀，二佛对坐代表的是一个呢是多宝佛，一个是释迦牟尼，两个人呢坐在一个佛龛里面探讨经书的画面，我们把它叫做二佛对坐。但是对应了北魏王朝上面那段动荡的岁月，一位代表的是冯太后，另外一位代表是他的孙子孝文帝拓跋宏，两个人共同把持朝政，把当时北魏王朝的经济达到了一个经济的巅峰。经济学家管这段经济叫做太和改革。朋友们，知识点来了，把太和改革4个字打评论区。你看，历朝历代都有经济的巅峰，唐朝贞观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当时南北朝时期，南面那个刘宋有一个叫做元嘉之治，而北魏时期叫做太和改革。太和改革到底有多么的经济巅峰，到底有多么的这个空前盛世？我给你们看看太和改革下载歌载舞的景象。朋友们抬头去看，眼前看到的是12号洞窟的音乐窟的屋顶，准确来讲叫藻井。藻井就是古代的天花板，就在12号洞窟的天花板上出现了54身祭乐天，每个人的手里面都拿了一样乐器，有西方的，有东方的，有臂力，有箜篌，有鼓，有筝，有腰鼓，有长笛，有短笛，哎，一派好不热闹的大型佛国盛会的音乐现场，是吧？还有总指挥嘞，总指挥出现在 C 位，您看这个红裤子 S 型的曲线，
撅着个大屁股，两个手掌放在脑袋的一侧打着节拍。他没拿乐器，但是所有人都在跟着他的这个节拍下翩翩起舞，好不热闹，一派呀繁华盛世，是不是朋友们？所以眼前看到的就是太和改革下的一种繁荣景象。当时专家搭着脚手架上去了，说：“哎呦，都拿着乐器。”但是他发现有3尊没拿，一个呢是就这打节拍的总指挥，一个是打响指的，还有一个是吹口哨的。所以专家分析，如果呢这种繁华盛世，这种音乐和舞蹈的表现形式，时至今日有哪个民族给它继承下来？那么一定是新疆舞。我们看一下乐器的种类有多多。天花板和外立壁中间有一个过渡带，就这个过渡带里面无一雷同，无一相似。这些乐器拢共分为3大类。第一类弦鸣乐器，有弦儿的，你比如说琵琶、古筝，都是靠拨动弦儿来发出声音，叫弦鸣乐器。第二类呢叫器鸣乐器，吹的，比如说臂力、箜篌、笛子，这些都叫器鸣乐器。第3种呢叫体鸣乐器，靠摆动2个胳膊敲打击乐，鼓、腰鼓。所以呀，器鸣、弦鸣、体鸣这些乐器，也说明在1500多年以前，当时北魏王朝人家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关注国门谁都不理，人家也不是闭门造车，他跟外国之间关于音乐和乐器上面的交流是特别频繁而且特别密集的。朋友们，这个洞窟美不美？这个洞窟现在已经被复制出去了，在浙江复制出去了啊，在浙江18号洞窟被复制到了北京建筑大学的操场上，因为过于精美，所以被复制出去了，在他们的博物馆里面。美不要吝啬咱们的赞美，咱们的赞美就对老古人的认可，打波美，好不好？我们一起呢到后室看一看，后室现在人不多。我想问问大家啊，我从不到12点11点50讲到现在1点04，1小时将近快半点了，1个半小时，你觉着跟着我看的这些大佛小佛都是雕塑吗？你们觉得都是雕塑吗？你觉得哎呦都是雕塑，你打是，你说不是雕塑吧，你打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雕塑？点好关注啊，后市贼卡了，您提早告诉我，我们就赶紧往外跑找信号，好吗？美啊，你们就拍了2张照片回来了。朋友们，我问问大家是不是雕塑？你觉得是打是，不是打不是？不是。你说哎呀，这些大佛小佛都是雕塑。雕塑2个字，我想把它分开来讲啊。雕是做减法，塑是做加法。雕和塑2个字是完全相反的2个字面意思。这些眼前看到大佛小佛，准确来讲叫雕刻，叫石刻。1500多年以前，这10万多工匠就在这大山里面把一整座山掏空了，留下来的大佛的玻璃盖、手指、佛手、脚丫子都是原来大山的一部分，这是做减法。对于工匠的手艺的要求难度极高，你不能出错，朋友们，你手一哆嗦，帕金森综合症一犯，人家一个手指头雕掉了，你怎么办？粘不上去，对不对？没有补救的方法。所以对于工匠的手艺要求难度极高，这是做减法啊，雕刻。塑是什么？做加法。来看一下加法，2层上面这尊造像以及上面所有的造像全部都是塑，泥塑。清朝的时候，原来的造像已经不翼而飞了，他们以木为骨，以麻绳为筋，以泥为肉，以颜色为皮肤，在外面塑好的泥塑，大家又给它搬上去供奉起来，那是泥塑。能看到右手边还留着一个泥骨架吗？能看到那个泥骨架吗？十字骨架上面缠着麻绳，而且从他右手断裂的手腕里边能看到它里面有一根木棍，所以这叫塑。对于工匠的手艺要求没那么高，是吧？你塑错了，那我扔了不要了，我重新再塑一个。你比如说敦煌莫高窟，它里面主要有的佛像也都是彩塑，主要是看壁画的，壁画也是加上去的。你哪没画好，我把给它糊了，我给它重画，允许工匠有出错的余地。所以我刚才讲这个雕和塑，我其实是想在说云冈石窟的工匠要较为塑做加法的工匠更难，这些工匠的手艺更高超，认不认同？认同打认同。那么这些工匠搁哪儿来的呢？那咱得讲讲吧，是吧？这些工匠跟哪儿来的？15号洞窟万佛洞，咱们讲讲工匠的来源。这是我想讲到加法和减法，并不是讲数学呢。所以云冈石窟是一个减法艺术的博物馆，哎，它在
世界上所有的石窟艺术里面，别出心裁，独占鳌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减法艺术的博物馆。你看，整个洞窟呀，前廊后殿，前面一根一根是罗马时期的廊柱，是吧？西方风格，后面是古代的皇帝和皇后所居住的殿堂。宫殿上开天窗，下开窟门，所以呀，前廊后殿，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云冈石窟还有一看莲花，来把莲花打一边。天窗里边有一朵妇莲，有很多的飞天全围绕这个妇莲在那儿旋转，哎，在那儿旋转，看莲花。莲花为圣洁之物，它出淤泥而不染，花死而根不死。所以呢，云冈石窟在59265尊造像，佛像与佛像之间都会用莲花进行补充。所以云冈石窟的第6看什么呢？看莲花啊！第6看莲花。那么我们呢，往11窟走一走，咱们去看一下那个。我想跟大家说什么？你说减法和加法，如果回归到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上，是不是有点像人生？像不像人生？哎呀，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啊，是做加法。有车子，有票子，有女子陪伴我，有孩子，我啥都有，我就是最幸福的事儿。你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做加法吗？错，要学会给人生做减法。怎么减呢？少病痛，少灾难，少忧愁，少烦恼，这也许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儿，认同吗？只是个人的想法啊，不代表所有，好吗？没点关注点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的是云冈石窟的第11号洞窟，它叫滴血的莲花。这个洞窟也是云冈石窟唯一的一龛啊，它是迷之洞窟。为什么是迷之洞窟？因为它是皇家和民间合力完成的一个洞窟。它叫塔庙窟，它不是穹隆顶洞窟了，它叫塔庙窟。中间有一根中心塔柱，从窟底直顶窟顶，把整个洞窟的重量承托起来。在中心塔柱的4方开龛造像，有东方阿楚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佛。它的意思是4面8方都有佛，福气满满，福气无处不在的意思。既然呢福气无处不在，福气满满了，朋友们沾这个洞窟里的喜气儿，来吧，福气满满。先打在评论区，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平步青云，越来越好，福气满满。当时专家来到这个洞窟里边说，哦，这个洞窟形式挺特别，挺好看啊，但是居然发现只有中间的这根中心塔柱和窟顶，看窟顶等腰梯形的龙形的平旗，是出自1500多年以前北魏王朝皇家的财力、物力、人力开凿出来的。左右两边这些并不对称、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造像，都是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一个皇家的工程，怎么就有皇家跟民间两股力量入驻进来呢？是吧？难道是皇家雕着资金链断了吗？咱讲讲这个洞窟的谜团啊。这个洞窟开凿的时候，正好是当时的冯太后跟他那干儿子献文帝俩人在那儿斗法呢。当时的皇权在他俩的手中，你争我夺，争过来争过去，所以这个洞窟皇家没完工，只完成了中间的中心塔柱和窟顶的等腰梯形的龙形的平旗，就戛然而止，这个洞窟门就关上了，谁也不能进来。494年，孝文帝迁都河南洛阳去了。皇帝走了，老百姓出来了，叫上行下效，是吧？我小杨家有钱，我雇俩工匠，我承包上一块地儿，我开凿一些造像。你老李家有钱，你雇上2个工匠，开凿一些造像，为自己的小家幸福祈福。所以这个洞窟存在了民间跟皇家合力完成的一个谜，就是开凿在冯太后和干儿子献文帝俩人在斗法的过程中。那么有没有证据说这个洞窟是2方完成的呢？看块魏碑，往头顶去看，有块黑色的小黑板，看见打小爷，小黑板啊。魏碑是什么？魏碑呢，就是魏碑体，是北魏时期的一种文字，是集隶书与楷书之间过渡的一种笔体，至今仍然在使用，你们也都很喜欢。人民币上有6个字，中国人民银行，这6个字就是典型的魏碑体。魏碑是起源于平城大同，鼎盛于洛阳。这块魏碑可能你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它上面有这些字，我简单说一下。他说5等54人，
共开龛造像96尊，上为皇帝，下为衣食父母，发愿祈福。什么意思？我们一共有54个功德主，这54个功德主跟那位碑旁边雕刻了54个功德主，人物数量完全吻合。我们54个功德主共开龛造像96尊，这96尊佛像跟旁边那千佛照壁上的佛像的数量是一模一样。共开龛造像96尊，上为皇帝，下为衣食父母，发愿祈福。所以从这个位碑就能断定，左右两边的佛像和佛龛出自民间雕刻完成的。那高手在民间呀！我们看一下这尊七力佛，朋友们，当时在南北朝时期，家家户户随便提溜出一个人，随便拎出一个人，他们就有雕刻佛像和佛龛的手艺。最为精彩的就是在这个单檐无殿顶下面这7尊佛像，我们把它叫做七力佛。面部表情特别优美，而且比例特别的完美，而且他们身上的衣服很漂亮。一会儿我给你们找照片来看一下，衣袂飘飘，而且正好就从天窗这儿吹过来的风，把他们所有的衣服这个衣角都往里吹，说明山西大同这风不是近几年大的，从古至今一直大，是吧？一年刮一次，从春刮到冬，一年刮2次，一次刮半年，它不是近几年大的，是从古至今大到了现在。我一会儿给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照片啊。衣服特别的漂亮，所以能说明一句话，叫高手在民间，是吧？南北朝时期，老百姓家里你随便你拎出一个人，他就有雕刻佛像和佛龛的手艺。所以云冈石窟并不是说是你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而且呢，活人看石人，石人看活人。其实仔细讲起来，它就是一部完整的北魏历史。所以云冈石窟有个美称，他说云冈石窟是雕刻在石头上面的北魏王朝，绝非浪得虚名，是吧？雕刻在石头上面的北魏王朝，绝非浪得虚名。然后没点关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点波关注。明天我们主要以云冈石窟的佛传故事为主，佛传故事，云冈石窟的另外几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佛本身故事，看双窟。云冈石窟目前能够被人辨认出来的故事图高达了80多幅。然后呢，里边有一些故事性比较丰富，都是些佛传故事，其实也是在教导当时的这个南北朝的老百姓，是吧？你得要么就是善，你要么呢就是和气的和，善良的善，孝顺的孝。你呢啥呀？不能你挑事儿，你不能闹事儿，你不能造反，你要服从于我们的管理。所以明天我们的主要内容讲云冈石窟里边的这些佛传、因缘、本身故事图，以及云冈石窟的双窟，你们可以给我留个关注。然后呢，咱们今天呢，刚才说还要讲一下这10万多工匠搁哪来的。回的路上呢，咱们去看一下第15号洞窟，它叫万佛洞。万佛，顾名思义，就是有将近1万多尊造像，准确来讲9700多尊。在前年有一部就是很流行的一个游戏，它叫做《黑神话：悟空》，它在云冈石窟里边取景的那个地方，就是在第15号洞窟。那么这些工匠太厉害了，是吧？他们搁哪来的呢？我们当时大同难道这边能够办补习班啊，办培训班啊，教他们怎么雕刻吗？不是，这些工匠全部都是掳来的，都是掠夺来的。一个字就掳，2字就掠夺。来吧，你也可以写一个字掳，你也可以写2字掠夺。您先呢，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子，您先记一下。我们呢，此时此刻把镜头推进15号洞窟，你们看一下。15号洞窟的万佛洞，左右两边和南壁保存特别多，特别完好，大小均匀等额的造像啊，密密麻麻，高达9700多尊。据专家分析啊，这个洞窟呢是为了纪念当时那10万多工匠而给它开凿出来的。稍等一下，一会儿前面的朋友们拍完照，我们给大家呢往里面去看一下，谁掠夺回来的这10万多工匠。路上我们给大家讲过的大名鼎鼎的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焘啊，功勋卓著，战功赫赫，他统一了北方，他灭胡、灭燕、灭北凉，攻大夏，克西域。朋友们，北凉是哪儿啊？北凉是我们长长的河西走廊上的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叫做甘肃武威地区。当时的太武帝拓跋焘在灭掉了北凉、武威的时候，带回来了3万老百姓。3000僧侣骑着骆驼、马匹，抬着经书、粉本，浩浩荡荡地涌入到了山西大同平城。
这些人里边有特别多厉害的，这些人里边有很多呢都参与过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参与过敦煌莫高窟的开凿，所以把这些有经验有能力的这些工匠掳到了山西大同平城。刚开始来以后呢，一直无所事事，就是做这些弘扬布道的事情。后来呢，在460年文成复法以后，文成帝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时候，这些人就派上了用场，成为了参与云冈石窟建造并且设计的一个主力部队了。所以这些人都是很有经验的，有经验的人带回来成就了云冈石窟。听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呢是讲到了云冈石窟的工匠。那么这些工匠当时据说掳到了山西大同平城的人口，您知道在当时有多多吗？150多万。大同现在有多少人口？300万人口。1500多年以前是我们今天人口的一半，所以15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山西大同平城就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了。而且呢，大同平城在当时它是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起点，南来烟酒唐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真的可以说商业往来是特别频繁，而且特别密集的，商贾如云。所以呢，山西在民国以前我们并不穷，也只是在现在可能背负了太多，所以你们说山西穷落后 GDP 低，承认，我们承认，只是因为我们背负的太多了。山西自古不穷，自古就不穷，因为我们的资源很丰富，在民国以前都在全国来讲都是模范省，都是比较经济靠前的啊。这个呢是讲到了我们这个云冈石窟的工匠啊。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没给主播点关注，点关注啊，来，主播可以的。给小沈阳姐说来着啊，小沈阳老师我倒是见了，来吧，没给小杨主播点关注，点关注啊，左上角来，没点关注来，3个数点关注，3，2个数点关注，2，来1个数点关注，1，把关注点上，左上角有福袋，参与一下，点开福袋发表评论，把来自1000年以前的大佛面前的福气财气好运气借一波。我已经讲了1个半小时了，我想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说小杨主播讲的还凑合吗？咬牙能听啊？能不能听？如果讲解的这个分值是0到10分，最高分10分，最低分0分，您给我的讲解打几分？给我打波分呗，方便我以后能够再往前挪吧挪吧，进步好吗？其实我想让你们打分的意思，我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来山西导游很重要，您觉着呢？你看桂林的导游看山水，张家界的导游跑断腿，山西的导游磨破嘴。来山西啊，你到别的地方我不说，你要去云南看山看水，我不说导游的事儿；桂林看花看草，我也不说导游重要的事儿。但是山西5000年历史底蕴如此深厚，导游很重要，您认同吗？如果云冈石窟不找一个好一点的导游，真的可以说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还有12分，全凭10分。给我点进步的空间，打个9.5我就很开心了。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给我的打分啊！你们有从头听到尾的吗？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山西为什么导游这么重要啊？山西有3大旅游板块，晋北、晋中和晋南。晋北看什么？看佛教古建，就山西的最北端，也就是以大同为中心辐射出去的，看佛教古建。说您去三亚看浪头，您到广州看裤头，你到西安看坟头，您到北京看人头，你来山西看庙头。所以山西的晋北看佛教古建，看庙头，一定要有人讲解。到了晋中看什么？看晋商大院文化。明清时期，山西的晋中晋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称雄商界5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座一座的大院子，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常家庄园、平遥古城，这都要讲晋商文化，走西口文化。到了晋南看什么呢？若问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还有呢，黄河文化，黄河也有文化呀，5464公里，但是呢却把它的魂留在了山西的壶口瀑布，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是不是最后流进了渤海里面？所以说呀，晋北看佛教古建，晋中看晋商大院文化，晋南寻根觅祖看黄河文化。这是我们的山西，山西很精彩，10里不同风，100里不同俗。而且呢，您来到了山西，比如说你想看唐代建筑，中国最古老的建筑，唐代建筑，木质结构建筑，3座半，3.75处，3座在山西，是吧？你比如说你想看5代十国时期的建筑，全国就5处，4处在山西。
你想看北宋时期的木质结构古建，全国41处，但是规模等级最高的在山西晋祠圣母殿里面。你想看辽代建筑，全国就8处，8大辽构，3处在山西华严寺、应县木塔、善化寺。所以说山西是古建大省，这些古建你来看的话，刻不容缓，因为它是不可再生之资源。就是说你能今天看，你别明天看；你能今年看，你别明年看。所以来看古建刻不容缓，它不像是那些看山看水看花看草的城市，你等过2年去，它会建设的更好，你等10年后去，它会比今年更好。所以希望大家来山西来看看古建，刻不容缓，抓紧来。也许呢，明年你再来，悬空寺不对外开放了，后年你再来，应县木塔不能对外开放了。我也想问问2026年有没有接下来想要来山西来看看的朋友们？有打波有。可能接下来我的直播呢，我要讲讲我们家的旅游线路了。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会有2级分化。如果你2026年说我最近正好正在找一些山西靠谱的旅游线路，那您可以蹲一会儿，听小杨讲讲我们家的旅游线路，蹲个1会儿2会儿，看看咱俩能不能双向奔赴一下子，那是最好的。剩下那一波朋友们，另一波朋友们，可能你说，哎呦，我不打算来，我就听你们讲讲，看看手机就行了，我不打算来。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你身边的朋友肯定要来，老张我要来山西了，你能不能告诉他，我关注了个山西小杨主播，讲挺好的，他们家旅行社肯定也孬不了，把我们介绍出去。感谢大家，好吗？所以接下来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能就要2级分化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告一段落了，你们该给我们推荐推荐，然后该出去休息休息。我要给接下来2026年想要来山西的朋友们讲讲我家旅游线路，可不可以？明天我们再接着再讲，好吗？1个半小时啊，差不多了。今天好的，7天不够啊？那肯定不够啊！全国古建33000，山西独占28000，你就是从我们有自理能力开始，17、18岁开始，你每天去一个，一生不一定能去完。所以我们来山西只把核心精华景点您一网打尽，一览无余就 OK 了，好吗？那么有没有2026年想来的？有的打波有啊，认识晚了，前年去了。山西不是说你来一次就行了啊，山西它有毒，你来一次你想来第2次，你想来第2次你想来第3次啊，可以的啊。静观潮汐。不能这样子说啊，咱们不能对接。你听我的线路，因为我下面挂链接了，你觉得合适，你去拍。我先把我的线路来讲一下，来拿我手卡。等我讲一下线路，不着急。旅游线路，朋友们，我在讲线路之前，我想告诉大家，你不能评判价格，来拿价格来评判旅游线路好与不好，因为旅游的水很深，它不像我们在网上买衣服。